危险、腐败，绝对没有人反对。但是这些行业巨头带着巨额资金用脚投票，一定能说明点什么。老莫，老莫，劳模，劳模。嗨，大家好，我是独立离岸顾问 Sean， 关注我，让你全球都有人。在全球商业版图中，美国长期以来被视为投资、创业和移民居家的理想之选。一个 American Dream 一直让全世界的顶尖精英们趋之若鹜。美国拥有成熟的市场、完善的法律体系和丰富的商业资源。然而，随着世界格局的不断变化，美国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美国率先完成了生产升级，而中国加入 WTO 后，因势乘风而起，成为了世界工厂。彼时的世界一度欣欣向荣，一副地球村共荣的好景象。然而，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全球经济发展又到了一个瓶颈阶段。随着外部多边争端和内部政治斗争的加剧，最富有的美国人居然出现了幸福感危机。董王打着救国的旗号，也因此将于明年1月正式2进宫。关注政治的朋友应该都清楚，这意味着第二次贸易大战也即将打响，而资本的屠龙刀也需要去寻找新的目标。今天的视频，墨西哥也就顺应而生。我们在上期墨西哥系列视频里面也提到了，墨西哥并不是凭空而出的宝地、新兴市场，现在已经是全球第15大经济体，也很快有望成为世界前5强的超级强国。当然，提起墨西哥，很多人可能立刻会联想到媒体报道中的负面新闻、犯罪率高、社会治安问题、黑帮活动乃至暴力事件。事实上，墨西哥的商业环境比很多人想象的暴乱差，是完全不一样的。该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极具战略的地理位置，以及与多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不过，这些因素是否能够抵消潜在的风险，甚至带来盈利的巨大机会呢？在墨西哥开公司究竟有哪些优势，又有哪些劣势？俗话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那么，我们就从营商环境、特色产业以及经营成本这么3方面来看看墨西哥到底值不值得我们以身试险呢？如果你想去开辟新天地的话，具体又要怎么操作呢？今天的视频将带你一一揭晓。Let's get into it。1、营商环境，离美国太近，离天堂太远。墨西哥不仅是北美洲，还是拉丁美洲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之一。2023年，墨西哥人均 GDP 就达到了13926美元，超过同期中国的12614美元。年度 GDP 的增长也维持在3.2%的可观水平。这些数据凸显出墨西哥市场的发展潜力和消费能力。墨西哥自1986年起就加入了关税贸易总协定 GATT， 也就是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前身，就开始构建了由内向型向外向型发展的经济模式。其中最著名的美加墨协定 USMCA 就极大地促进了北美经济的一体化。1994年开始，墨西哥加入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组织，也就是今天的 USMCA。墨西哥和美国、加拿大免关税了。这让墨西哥质优价廉的农产品以及汽车组装为代表的汽车工业从此起飞。按照 USMCA 的规定，汽车及零部件的区域北美原产地含量达到 75% 即可获得免关税待遇。原产于北美协议国的农产品，只要 55% 的成本在协议国内，即可享受免关税待遇。打个比方，我手里的这袋香脆可口的墨西哥玉米片，原料虽然产自美国中部，比如密苏里州的玉米地里，但是加工出品完全来自墨西哥，一直到最终销售到在美国居住的我的手里。这过程中虽然多次跨越了美墨两国海关边境，但是关税1分钱不收。而一件从亚洲、中国、印度、柬埔寨生产出来的 T 恤衫，却要乖乖交税。万一还贴上被制裁国家的标签，那就和美加市场为代表的西方市场彻底说拜拜了。2、特色产业，冉冉升起的新世界工厂。看到这里，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一定开始好奇了，这样奇特的营商环境究竟能够吸引哪些企业呢？究竟是什么理由能够让他们在墨西哥吃香喝辣呢？墨西哥的经济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从汽车到航空航天，从医疗器械到电子家电，再到纺织业，可谓全面开花。但要说最吃香，
那莫非制造业莫属了。其中汽车制造业是墨西哥制造业中最闪亮的那颗星。前面有提到，按照 USMCA 的规定，汽车及零部件的原产地75%为北美美加墨3国，即可享受美加墨自由贸易区内免关税的待遇。现在，墨西哥已经成为了全球第7大乘用车制造中心，每年产量高达350万辆。萨尔蒂略和克雷塔罗这2座墨西哥城市甚至扬言要超越美国底特律，成为世界汽车制造业的首都。目前，美国几乎所有的德系高端车都是 Made in Mexico。要是直接从德国整车进口，价格不知道要翻上多少倍呢？墨西哥可不仅仅是德国车的专属。刚刚登顶中国内地电动车销量第1名、世界销量前10的比亚迪，今年已经正式官宣，将于年内在墨西哥设立海外最大的工厂，且意在专攻墨西哥和美洲市场。除了汽车制造之外，墨西哥的其他制造领域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截止到2019年，墨西哥已经成为了全球第9大商业制成品出口国，其中墨西哥境内航空航天制造业企业已经超过了300家，从 OEM 代工到各级供应商应有尽有。克雷塔罗更是成为了航空航天的超级基地，聚集了庞巴迪、GE、赛丰、通客、达美航空等等行业巨头。到目前为止，墨西哥的制造业已经基本覆盖了高、中、低档各个层面。2024年，制造业产值达到了10.8万亿墨西哥比索，虽然比2022年的历史最高点稍低，但比疫情前还是高出了不少。而且，2023年墨西哥制造业的外国投资同比增长了28%，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半还要多。这让墨西哥成为了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连曾经的老大哥 China 都已经被挤到第2名了。要说墨西哥危险腐败，绝对没有人反对。但是这些行业巨头带着巨额资金用脚投票，一定能说明点什么。如果你的眼光和这些前沿企业一致，说不定你会发现更多意想不到的价值。3、经营成本没有最低，只有更低。墨西哥的制造业重镇蒙特雷、瓜达拉哈拉、克雷塔罗以及墨西哥城，每一个城市都像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30年北美自贸区加拉美市场桥头堡的战略地位，让墨西哥保持了持续腾飞的势头。从成本效益上来看，墨西哥制造业员工的月均收入刚刚超过$1000，和中国的制造业用工成本不相上下。虽然没有南亚和东南亚某些地区的低成本，但当你把生产效率和运输成本，还有可能面临的关税问题也都算进去，优势就非常明显了。劳模，要知道，墨西哥人的工作时长可是全球排名第1的。甚至超过了中日韩这些传统意义上工作狂国家。虽然目前的劳动效率还有待提升，但是吃苦耐劳的精神在西方世界那是独树一帜啊！我相信每位老板都非常清楚，产品服务要能占据市场，性价比那是王道。劳模都来给你干了，哪有拿不下的市场呢？在美国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自助式中餐在美国是最受欢迎的亚洲菜类型。尽管这些中餐馆的老板们大多是福建人，但是这些餐馆工作人员里，你永远都可以找得到劳模的身影。要知道，墨西哥的生活成本比美国还要低70%，比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低44%。这让工资水平保持在较低水平的同时，员工的生活质量依然可以得到保障。如何在墨西哥设立公司？既然在墨西哥创业有这样那样的机会，那么怎么才能迈出第一步，开立当地公司呢？1、选择公司注册类型，根据业务需求和规模，选择适合的公司类型，如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有限责任公司等等。2、公司选址，前面有提到前几大城市，像是墨西哥城、蒙特雷、瓜达拉哈拉，当然还有更多中小城市，像是克雷塔罗、蒂华纳等等。具体的选址取决于您公司的业务类型、商业计划、资金规模等等要素。3、在选址地商业公共登记处注册，将公司名称和相关信息提交到当地商业公共登记处进行注册，以获得合法的公司身份。这里注意，如果您是非墨西哥居民的外国人的话，您需要通过授权注册的方式来注册您的墨西哥公司。4、获得联邦纳税注册号 RFC，
在税务部门注册，获得联邦纳税人注册号，以便进行税务申报和合规。5、社会保障机构登记，在当地员工招聘前，您还需要注册社会保障，以确保符合劳动法规定，保障员工的基本权益。6、获取州市政府许可证，根据行业和经营地点的不同，申请相应的市政许可和执照，确保您具体业务的合法经营。需要注意的是，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在墨西哥开公司可能会面临一系列的行政问题，例如腐败现象和繁琐的审批流程。在大量 paperwork 的情况下，注册一家公司可能会有一些变数。如果您需要帮助，我们全球人墨西哥道地团队也可以为您提供相关专业的建议和规划，协助您更顺利地完成公司注册和运营。如果您能够成功在当地设立企业，后面也可以通过您的公司来申请当地的工作签证、居留权乃至公民入籍。具体内容我们已经在前面的视频进行了分享，欢迎私信我们了解具体的操作思路和方法，迈出你创业和旅居的第一步。尽管墨西哥市场潜力巨大，但是想要在当地创业成功，首先要看看自己能不能闯过以下这4关。1、官僚主义腐败盛行，复杂的监管环境是一个主要的障碍。墨西哥的官僚体系往往导致公司注册和运营成本偏高，有创业经营经验的老铁们一定对此感受颇深。关系社会需要人们花很多的成本来运营关系，这会让人有一些小烦恼。此外，初创企业在获得资本方面困难重重，融资方面会比较难，自己有钱当然那就不用提了。不过呢，这也是利弊双行。对于很多勤奋又聪明的国人，运营关系可能是最擅长的，甚至降维打击。我们的会员朋友们当中就有很成功的案例。2、安全风险，部分地区存在黑帮活动，给企业的运营带来潜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不仅要关注市场机会，还需要加强安保措施，以保障自身和员工的安全。所以，为了追求成本控制，选择偏远地区经营时，往往安保费又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这点需要企业家们好好的考察和衡量。3、语言障碍。西班牙语是墨西哥的主要语言，虽然在某些商业场合，英语大多数场合能够派上用场，但并不能保障所有的沟通都能顺畅无阻。对刚进入墨西哥又不熟悉西班牙语的外商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额外的挑战。这一点，尤其是当你和政府部门打交道时，不会西语是很吃亏的。在繁华的大城市如墨西哥城蒙特雷、瓜达拉哈拉，商业机会非常丰富。不过与此同时，墨西哥2400多个城市贫民窟，首都墨西哥城就占了1/5。部分美墨边境地区更是毒品泛滥成灾，黑道比白道手腕往往更硬更强。综合来看，尽管墨西哥的营商环境充满机遇，但是潜在的风险和挑战同样显著。屏幕前的各位企业主在决策进入市场前，需要仔细甄别，做好充分的准备。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只要你有实力和魄力，机遇的大门就会为你而开。您是否有这个决断和勇气呢？当你决心在当地干出一番事业，甚至让这份事业助力你在当地获得居留身份，墨西哥就是你最合适的选择。说到身份，还记得前不久我们刚刚分享的内容吗？仅需53美元就可以办理墨西哥绿卡，门槛非常低，但是当达到门槛的人数太多时，如何证明前往墨西哥当地的必要性，就成了打动使馆审核人员的重中之重。企业家是全世界最吃香的群体，既不会抢当地饭碗，还能够拉动就业，创造 GDP， 哪个国家不喜欢呢？OK， 如果你觉得在墨西哥创业是个不错的选择，能让你通过墨西哥连接美加市场，甚至拿下全世界商业版图，获得临时甚至永久居留身份，解锁更多人生精彩玩法，那就不要犹豫，立刻联系我们，我们专业团队随时待命。关于墨西哥创业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看了今天的视频，如果你也对墨西哥创业以及居留身份感兴趣，想要进行相关配置，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和我们一起探讨交流，或者直接私信我们，咱们一起研究研究。记得关注我们频道，别错过更多关于跨境创业和移民旅居的劲爆内容。顺手牵羊，也有关于去中心化资产配置和无国界生活方式的频道。我是Sean，我们下期见，拜拜。